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传统文化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霜雨雪，一直延续至今，并且从未断绝。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。俗语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，它以口头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。在相术中有一句话叫做“小指过三关，不愁吃喝穿”。这句俗语很明显就是说一个人的手相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小指超过三关，一辈子就有吃有喝，吃穿不愁，是这样吗？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。一，过三关指的是啥？这里所说的三关，就是说的小拇指针对指无名指而言的，从无名指下端向上数的第3道横线，也就是小拇指的指尖顶端超过了无名指的第3条横线。按照古人的说法，如果是男人的小拇指比无名指的第3指节线长，就预示着他必然会有钱；如果是女人，就预示着这样的女人会婚姻美满，婚后会过得富裕不缺吃穿。那么真的是这样的吗？老祖宗的这句俗语又有什么样的道理呢？老祖宗认为，小拇指长的人就是那些小拇指的指尖超过了无名指最上面的折线，或者是与之平行，就表明小拇指比较长。这样的人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，可以有效地接受别人传递过来的信息。这种人不仅善于把握语言中的点点滴滴透露出来的情感，甚至还十分善于理财，十分精明。他们不见得善于言谈，却对语言十分敏感；他们不见得十分富有，却能够掌握自己手中的财富。而小拇指较短的人则不同，小拇指的指尖在无名指最上面那条折线之下，就表明此人的小拇指比较短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小指没有过了三关。这样的人很难表达感受，或者是对自己的表达能力缺乏信心。不善言辞的他们，对于理财也不是很擅长，所以往往他们的生活在老祖宗看来是比较不如意的。二，这句俗语有道理吗？一般来说，古代人的看相也不是简单的以貌取人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相信，更不会流传下来。当然，能够真正懂得看相的人却少之又少，多数是一些江湖术士为谋求生计的一种方法。毕竟天下有365行，每行事都会有人干去谋生的。虽然现在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，但相术也充分反映了在人们心中的影响。我国最早的相术是用来相牛的。据史料记载，在以农耕为主的年代里，牛是主要的生产力。人们通过对牛体表特征，比如它的毛发是否光亮或斑秃、四肢长短、身形声音等等，就能判断出一头牛的寿命及干活的能力。之后，相术开始发扬光大，有像马的、像猪的、像鸡、像狗的。最后，相术研究者开始观察人类，从人们的相貌、皮肤、手型、牙齿、头发、姿态、声音、行为等等许多特征综合出的信息，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信息密码。这个可以说也是古人的智慧。三，从手指看人一生命运。一，手指较长的手相，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。手指长而笔直的人是那种善于动手、技术娴熟的人，他们可能是手艺人或工匠，倾向于依靠实际技能来维持生计，而非依赖于运气或投机的财富。然而，这些人也常常表现出谨慎、分析的特质，他们善于处理事物，并能够从数据中找到关键信息，因此被认为是智慧型的人。他们勤奋，实践能力强，善于将理论付诸实践，这使得他们在与工作相结合时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潜力。例如，选择从事银行、证券或者高技术产业，这些行业都能够提供丰厚的回报，并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。因此，尽管他们不太可能通过一夜暴富来实现财富积累，但通过勤奋努力和正确的选择，他们依然能够期待着美好的财务前景。二，手指较短的手相，手掌长而指头相对较短的人，通常手相上呈现较多的肉质，手感柔软，这表明他们习惯于长时间运用头脑而非动手，比如长时间从事思考性的工作。他们的外表通常给人一种憨厚的印象，然而他们却隐藏着敏锐的商业头脑，外表憨厚，内心精明。他们不会被琐事困扰，但是在行动时却果断干练。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决策，并且敢于采取行动。由于他们天生具备良好的经营才能，因此他们非常适合从事实业经营或管理工作。然而，如果手指过于短小，与手掌的比例失调，这可能显示出他们具有懒惰的性格，
3. 食指弯曲，骨节暴露。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，象征着劳累和疲惫。俗话说，食指偏斜劳碌命，骨节暴露愁心人。这意味着这样的手指手型，多数代表着辛苦劳累，不太可能享有富贵。然而，也有一些人短时间内能够获得成功，但是他们需要注意保持谦逊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而过于自满，否则可能会再次陷入贫困之中。因此，无论何时都要谨记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这样才能确保自己的财运稳定。4. 拇指，根据古老的说法，拇指代表着父母和祖上。拇指厚实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实际的金钱观念，不会将钱花在过分注重感官享受的事物上，比如华丽的衣服或美食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消费。这类人对生活要求简单，为人务实，言行一致，不会耍心机。相反，拇指平而薄的人则具有与之相反的性格，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，性格上可能有些神经质的特点。如果拇指又平又短，这可能表明他们在理财上过于谨慎保守，容易犹豫不决。这样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度谨慎而错失一些机会，甚至在做决定时显得优柔寡断。他们对于财务安全感的追求往往超过了对于投资增长的追求，因此可能错失了一些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机会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功，只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去冒险。与此相对应的，那些拇指较厚的人可能会更加坚定地把握住机会，因为他们有着更为实际的金钱观念和较强的决策能力。不过，无论是拇指厚实还是较薄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挑战，关键在于能否认清自己的特点，并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。食指，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、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，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，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，容易有权力。食指长到中指，性格偏强硬，爱出风头，财大气粗的性格，起伏较大，往往很难存得住钱。这种类型的人，就算钱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，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。6. 中指，中指是5根手指中最长的，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，象征一个人的命运。中指如果生得过短，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现。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，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。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，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。如果能获利，纯属幸运；要是全盘皆输，将会从此一蹶不振。7. 无名指，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。如果偏向于中指，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，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；如果偏向于小指，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。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，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，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。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、赛马、玩牌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，眼睛也为之一亮。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，也喜欢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，股票、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，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。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，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，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。无名指第一节叫长者多主，具有艺术修养，多才多艺，对艺术非常热爱，喜欢打扮，重视内在的同时，并没有忘记重视自己。无名指短小，则代表着对艺术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前途，不学无术，做事情不修边幅，生活懒散。无名指第2节叫长者多主，自身此人聪明懂事，具有经商的能力，做事情也是脚踏实地。若第2节较短，则多主此人轻率浮躁，喜欢坐享其成，不切实际，无经济概念。无名指第3节叫长者对自身的声誉及名望俱佳，虚荣心较强。若无名指的第3节较短，则不注意虚名，亦无进取之心。8. 小指，小指代表子女、晚辈。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、弯曲，表示子女不给力，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，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。另外，小指还代表智慧、口才、艺术，又经常被相学家称之为第2根拇指。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1指节线更长的小指。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，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。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1指节线很多，小指弯曲，
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。手相算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算命方法。手相算命除了具备一些基础的算命要素外，比如说性格和运势，还具备了一些别的算命方法中不具备的要素，那就是寿命。那么健康长寿的人的手相特征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一、生命线很深很长。生命线是我们的手相算命中的手掌上的基础线路之一。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、身体健康、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。所以，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，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，生命线不仅很短，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，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，抵抗力差。而通常来说，生命线很弱的人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，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，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？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，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，生命线粗而深，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，是一个体格强健、身体健康的人，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，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，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。二、手掌很厚实很饱满。在手相算命中，手掌厚实的人不仅财运好，他的健康也是很好的。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，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、很薄、很僵硬，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，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、财运很差，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、健康运势不佳。所以，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。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、很厚实，手相非常的有肉，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，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，身体健康。通常来说，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，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。三、手掌丰满红润的手相。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。相对的，有些人的手色泽暗淡无光，常常呈现干瘪状，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。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，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。相反，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，晚年还会病痛缠身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四、手指纤细的手相。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，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，福泽更是深厚。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，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天生拥有着这一双纤细的手，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，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，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。掌心有痣的手相，痣并不是越多越好，痣也分好坏。若是掌心有痣，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。掌心有痣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，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，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。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。我们的看似很长，实则很短的一生当中，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呢？当然是健康最为重要。健康的人寿命也会很长，会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人生。当然，享受人生的时候，钱财也是不可或缺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拥有以下这几条发财纹，那可真的是太幸福了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掌纹深刻且清晰。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、性格、事业、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。手掌纹路多，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，掌纹杂多混乱，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。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，做事情有章法，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。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，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，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。二、手财纹深长。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，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，就是手财纹。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，能否发财或守财。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，守的财也多；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。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，会挣钱也会守财，知道如何管理钱财，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。三、手如干将家道必昌。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，
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，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。如果肝功能旺盛，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。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，具有勇气、谋略，敢闯敢拼，富有冒险精神，敢为天下先，有不畏艰难的韧性。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，取得非凡成就。4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，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，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多财富纹，在大拇指第2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，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、菱形纹、钻石纹或类钻石纹，均可统称为财富纹。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，不论横纹或直纹，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，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。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，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。6. 财运线深且清晰。财运线又名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的短竖线，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。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，且没有其他障碍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财运顺利，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，容易会大富大贵。7.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。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，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，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。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，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，是最容易发达的。年少家底丰厚，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，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，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，晚年幸福安逸。8. 多财帛纹。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。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，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，能享富贵荣华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生财有道。9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。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食指有3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1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2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每个人都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生好命的，但是命运并不会如大家所想的那样。
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跟他很多东西有所关联的。譬如手相，手相好的人命运就好。那么什么样的手相的女人命运最好呢？接下来就跟着大佬一起来看看女生好命的手相吧。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什么手相的女人最好命？一、水星丘饱满。水星丘的位置处于小拇指的下方，水星丘一般以财运为主，如同一个人的财库一般，所以此处越是饱满，即命格之中的财运越旺。因此，如果女人手上的水星丘比较饱满的话，那么其命中财运也会很旺，从而让自己一生富贵相伴。结婚之后，不但自己赚钱多，且能给老公带来好财运。所以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有旺夫之运，婚后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幸福常伴。二、手上有元宝纹。所谓的元宝纹是手掌上的三大主线相互交织，形成一个船的形状。这种掌纹相对而言比较少见，但是拥有这种掌纹的女人一般都有着极佳的财运。也正是因为财运很旺，从而使他们的生活中不为用钱财而担忧，头脑精明，且对于金钱十分重视，所以他们一般都很会赚钱，赚钱的能力也比较强，婚后生活富足又幸福。三、小拇指纤细。小拇指比较纤细的女人一般都很有福气，她们的性格大多比较温顺，而且为人很是善良，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不错。或许就是因为善有善报吧，她们的福运很旺，生活中时不时就能够遇到一些惊喜，尤其是在结婚之后，不光自己有福气，全家人都能享福。老公对他们疼爱有加，甚至家务事都不用做，天天在家里享福，且不缺钱花。今后还有子女孝顺，让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辈子享福甜蜜，生活也是越过越幸福。四、较多钱财纹。在手掌学中，钱财纹也称之为理财纹，这些纹路是在小指以及无名指中间下面的纹路，它们就是钱财纹。对于我们来说，钱财纹越多越好，因为钱财纹越多，那么就表示这个人会有非常好的财运，这一生中会有花不完的钱，生活方面真的很富贵，而且也能给丈夫带来好的运气。五、智慧线长。智慧线长的女人说明有聪明的头脑，在情商方面也是比较优秀，能够处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表现在工作中能够和同事关系良好，和领导也是相处融洽，有利于事业的上升。如果有双重智慧线，并且智慧线又长又清晰，中间没有过多杂纹，容易得人心，升官发财几率高。六、太阳丘发达。女人手掌中的太阳丘提示着人际关系的状况，如果太阳丘比较扁平，看起来不显眼，而且手掌皮肤发黄，手掌比较瘦硕，这样的女人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总是独来独往。相反，如果太阳丘发达，手掌红润，性格比较开朗，沟通能力很强，生活中朋友比较多。七、感情线长而顺。感情线比较长并且深邃，有这样手相的女人有着良好的异性缘，通常这样的女人五官比较清秀，看起来有亲和力，深受异性的喜欢，能够利用这个特点发展自己的事业，或者更容易获得好的婚姻，生活顺利，衣食无忧。感情线模糊、杂纹多的女人异性缘差，婚姻运势不好。八、手指粗而长。手指细长的女人有一定的才华，但是性格比较孤僻，自命清高，人缘不佳，即使有众多朋友，也是表面上的朋友，不善交际，工作中容易受人排挤。手指粗而且长的女人不拘小节，热心助人，人脉广，而且人缘很好，工作中即使遇到困难，也会有人及时出手帮助。九、小指长而细。手指全部长的女人做事比较细心，情感细腻，但是比较敏感，不经意和别人交朋友，而且不善沟通。手指比较粗，但是小指细又长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情商很高，懂得变通，在任何场合都能够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，赢得别人的喜欢，做销售或者是风险投资会更容易成功。十、食指圆润。这种手相的女人福气满满，出生环境优越，不愁吃穿，家业丰厚，没吃过什么苦头，等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性。事业运势一般，财运也是一般，但是婚姻运势很好，乖乖惹人疼，虽然积蓄不多，但能嫁个富贵的男人，性格懦弱，遇事不太能够自主处理，抗压能力弱，胆子小，不敢主动争取，一般都是25岁开始走运，年轻时候碌碌无为，尽快遇到对的人，两人的感情也是很好的，生活中绝对不会跟对方发生争吵。11、手掌厚实。手掌很厚实的女人，她们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，
同时他们还有非常不错的事业运，所以他们的财运也是很好。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，他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充满活力，他们会用他们的智慧给他们自己求得更多财富。在生活中，他们总是默默地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，不会为了小事情而跟丈夫发生争吵，也能给丈夫带来帮助，让夫妻两人的生活更富贵。12. 手指短粗。或许很多女人感觉手指纤细会比较好看，但这样的手相并不是很好，而那种手指比较粗短的手相则比较好一些。因为有些这种手相的女人身体一般都比较健康，而且生命力很强，容易长寿，且有趋利避害的气运在身。而从个性方面来说，手指比较粗短的女人性格比较踏实，属于那种踏实肯干的类型，很务实，所以家庭生活会很稳定，今后子女双全，生活富足。13. 手指长毛。女为悦己者容，不少女性都不喜欢自己的胳膊或者是腿上长满了毛。其实有时候长毛也代表着一种福气。首先，手指手背长毛者都是体质健康的特征，代表女性不富即贵。但是手指的汗毛以幼细不多为宜，这样的女性一般有着良好的生活品性，性格温文尔雅。若手毛太粗或太黑者，则性情冲动，与他人意起冲突。14. 手指漏缝。除了大拇指以外，其他4个手指并拢时，若指缝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的话，这就是典型的不漏财的手相。有这样的手相的人，不论男女都擅长理财，能存住钱，并且手指不漏缝的人，在生活中的日常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的，不会盲目追求时尚而乱花钱，因此他们能够在将来给自己积累不小的财富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5. 感情线末端有分叉。感情线代表着人的感情运势发展，相信很多朋友都认为感情线伸长没有分叉是好手相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。感情线末端分叉，分叉的部分一条延伸至木金丘的位置，一条在食指和中指之间。有此手相纹理的女人对待感情忠诚，感情运相当好，不光能够嫁给自己心爱之人，在婚后更是不会因为家庭事务而变成黄脸婆，被丈夫捧在手心。16. 手中有财库。财库顾名思义是聚财的象征，手掌中财库的位置不固定，所谓的财库是由4条纹理及4条以上纹理构成的封闭图形，因为其纹理严丝合缝，好似将财围在中间，因此为财库，也称作元宝纹。有此纹理是女人在理财方面很有一套，即使不是大富大贵之人，也知道如何让财生财，一年到头积蓄不少，天生的富贵命。17. 手心向下凹。将手心向上，手掌伸直，如果手心明显下凹，代表命中有福星高照，必有其过富贵生活。有这种手相的女人，夫妻感情相当好，不会铺张浪费，家中积蓄也会越来越多，是典型的聚财手。如果夫妻2人能够稍微努力，则会有大把钱财进家门。18. 感情线深刻清晰。感情线很深刻清晰的女人，也是一个有着很好命运的女人，尤其是在感情中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在对待感情上面是非常忠诚的，对待自己的伴侣能够从一而终，他们在以后能够遇到一个对待自己非常好的伴侣，两个人过着非常幸福甜蜜的生活。同时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在感情中是三观很正的，不仅有着很好的感情运势，同时在朋友缘上也是比较好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